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爱种菜的西小厨。今天我要分享的内容是有关种植西红柿的，也就是番茄。内容主要有2个方面：一是如何给西红柿剪枝，修剪得当才能不浪费营养，结出的果实才能又大又好。二呢是怎样利用剪下来的枝进行再利用扦插，让1颗西红柿变成很多颗西红柿，这样就有吃不完的西红柿了。第一次看我视频的朋友，欢迎订阅关注我的频道，每周都有非常实用的家庭有机种植的分享等着您哦。首先，我们先来修剪番茄。在修剪之前，我先要介绍一下番茄什么时候开始修剪。对于番茄修剪的时间，我一般是非常明确的。通常在开花之前，我是不对它们进行任何修剪的。因为我希望它会长出更多的叶子来进行光合作用，因为充足的光合作用可以合成更多的养分，有利于番茄的生长。而在番茄进入了开花的阶段，就说明它进入了生殖生长，这个时候将要消耗更多的养分。为了保证养分的充足供给，所以这个时候开始进行修剪。介绍完什么时候修剪，我们再来看怎样修剪。其实，在动手修剪1颗番茄之前，你一定要搞清楚一件事，就是它是哪种类型的番茄。我们平时种的番茄有各式各样的品种，但是如果按类型分，主要就分为2大类。一种叫确定型番茄，也称有限型番茄，英文叫 determinate。另一种是不确定型番茄，也叫无限型，英文叫 indeterminate。这2种类型的番茄由于长势和结果的形式完全不同，所以在修剪上要不同对待。因此，在修剪之前，我需要介绍一下这2种类型的番茄的不同之处。让我先来简单介绍一下确定型的番茄。确定型番茄通常有一个固定的成熟的大小。当植株长到一定大小的时候，就会产生第一批果实。通常这批果实是一起成熟的，最早和最晚成熟的果实也相差不过2周。一旦第一批果实成熟之后，整个植株的活力就会开始减弱，而且几乎不会再出现新的果实。这种确定型的番茄通常被人们称为灌木番茄，它们的高度是一定的。大多确定型番茄的高度是不会超过1米的。长到一定的程度，并且成熟了第一批的果实之后，这种番茄就不会再继续生长了。所以，当我们收完了第一批果实，就可以把这样的番茄拔除掉了。因此，这种类型的番茄除了去除掉细根之外，是不需要怎么修剪的，因为它们会自动停止生长。而我们需要修剪的呢，是另一种叫做不确定型的番茄。不确定型番茄和确定型番茄最大的不同就是，不确定型的番茄是属于藤本植物，而确定型番茄刚才说了是灌木植物。不确定型的番茄会在整个的生长季节一直持续的生长，一直持续的开花结果。它们生长时间长，产果时间也长，属于持续型产出的。由于生长时间长，不确定型的番茄品种会长到1.8米到3米，甚至更高。因此，这类番茄需要坚固的支架来支撑。这也就是为什么人们都叫它藤本类番茄。这类番茄是需要修剪的，用来控制它旺盛的生长，减少营养的消耗，从而使果实的质量提高。了解了以上这些，我们现在就来实际操作一下，看看怎样修剪不确定型的番茄。先来看看我这次修剪的这3盆。这3盆是我1个月前买的番茄小苗，很快1个月就开始开花结果了。这3盆都属于不确定型番茄，但是它们分别是不同的品种。最左边长得最高的这一颗是 Black Cherry， 果实和大樱桃一般大，是黑红色的。现在这棵苗已经长了很高了，有将近1米了，花呢也开了3层了，最底下那一层已经开始做果了。
现在才修剪这株番茄，已经是很晚了。由于前段时间比较忙，所以这颗番茄就一直没有修剪。大家在开始修剪的时候，不要像我开始这么晚，尽量在第一簇花出现的时候开始修剪。修剪番茄的顺序基本上分为3步，从下往上开始观察。第一步，看看有没有枯枝和黄叶，如果有的话，去除这些不好的枯枝黄叶。这一颗是没有的，那么我们直接进入第2步。第2步，识别出主枝，剪掉从根部或主枝底部发出来的其他侧枝。这些剪掉的侧枝不要扔掉，等一会儿我们可以用它们进行扦插。第3步，去除消耗营养的细根。什么是细根呢？就是在主蔓和它的枝叶中间长出来的这个小的枝条，通常这个是后发出来的嫩枝，这种嫩枝一般跟主蔓形成45度角。近距离看一下，就是主蔓的枝叶上面发出来的这个枝条。虽然这个枝条上也可以开花结果，但是它会消耗大量的营养，影响主蔓的生长，所以通常在它很小的时候就要去除掉。这3步都剪好了之后，来看一下效果。这是第1次修剪，之后随着番茄的不断生长，还会继续出现细根，以及从底部发出黄叶。因此，从第1次修剪开始之后，每隔1-2个星期就要再修剪1次。下面我们按照同样的方法，把剩下的这2颗也修剪一下吧。这2颗的品种分别是 Sauce Maker 和 Granny Sirwin。这2颗现在刚刚开始开花，还没有做果，是修剪的最佳时机。第1步，剪除黄叶。第2步，去除距根部很近发出的侧枝。第3步，去除细根。全都修剪好了，看看这3颗修剪后的样子，是不是清爽了许多？因为不确定型的慢生番茄最高可以长到2到3米高，所以如果辅助的架子高度有限，可以在花和果长到4-5层以上的时候考虑打顶。如果架子够高，条件允许，土质肥沃，不缺乏营养，那么不打顶也是可以的。它们可以陆续结果，一直到温度降到15摄氏度。由于每个品种我只有1颗，所以剪下来的枝条我要加以利用，用它们扦插出更多的番茄植株，这样我就有很多的番茄苗了。下面我就来展示一下1颗变多颗的扦插方法。刚才剪下来的枝条都在这里。扦插的第1步，先要挑选并修剪一下这些枝条。选取的扦插枝条，选15到20厘米长就足够了，太长的部分需要剪掉。像这一根很粗壮又很长的，可以把它从中间一截2半，变成2根扦插条。底部的剪口最好剪成斜的，这样有利于吸水。这颗上面顶部出现花蕾了，要把花蕾剪掉，免得消耗营养。叶子也不要留下过多，大部分都要剪除掉，只留下这样的2片就差不多可以。修剪好的枝条，我喜欢先插到水杯里进行生根。有的人会省去这一步，直接插到土里，其实那样也可以，但是插到水里生根的成活率更高一些，也可以节省不少花盆。这样的枝条泡在水里，大概10天到2周的时间，就会生出很多根须。期间如果水少了或者浑浊了，要注意添水和换水。放在20几摄氏度的温度下，生根是最快的。2周后，我们来看看生根的情况。
这个杯子里大部分的枝条都生出了根须，有的又多又长，有的少一些。比较粗壮的根须长得又多又长。这一杯是黑樱桃那个品种的。放在同样的环境条件下，这杯 Sauce Maker 就不尽人意。由于这棵当时剪下来的时候也没有大的枝条，比较瘦小，不但没有生根，连叶子都黄掉了。这2棵淘汰，不能扦插。再看 Granny Throwing， 一共有4棵枝条，其中3棵生根了，1棵没有。现在没有生根的枝条淘汰掉，生了根的，我们把它们插到土里吧。扦插番茄枝条的时候需要注意2点，很重要。第一就是不需要施肥，由于现在根须还太少，施肥反而会加重插穗的负担，需要等到有新叶发出之后，再施用少量的液体薄肥。第2点就是要勤浇水，保持土壤湿润。根据种植的条件不同，尽量每天浇1次水，或者隔1天浇1次水。总之，不要让土壤干燥，一直到有新叶长出之后，恢复成正常浇水。番茄这么漂亮又美味又营养的蔬果，真的是每个家庭菜园里有机种植的必备品呢。相信喜爱种菜的大家，菜园里或阳台的花盆里一定有各式品种的番茄吧。希望这个视频可以帮助大家把番茄种得更好。喜欢我的视频的朋友，记得帮我点赞分享哦。希望大家都可以种出美味健康的有机番茄。好啦，感谢大家的收看，咱们下一期再会。